15日，在摩洛哥第10天，也是最后一天。今天自由活动。马拉喀什这座阿特拉斯山脚下的古城，红褐色的背景中镶嵌着点点片片的绿色园林，为这座古城带来了生机，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片宁静和清凉。我们今天的计划就是欣赏这马拉喀什的花园。马拉喀什花园有不少，首选的应该是位于新城区的马若雷勒花园。网上提前订票9点30分入园。到的稍微早了点，我们就沿着园外的大街走走。这条街叫伊夫圣罗兰路，伊夫圣罗兰博物馆就在这条街上。9点半，花园门口排起了长队。花园的入口实在低调，要不是这条长队，说不上还真要在这来回找上1、2趟。一进门是一个镶嵌着蓝色马赛克的喷泉，迎面是高大的棕榈树和挺拔的绿竹。暗红色的小路，路边摆放着涂着耀眼黄色或深蓝色的花盆，这蓝色就是那个传说的马诺雷勒蓝。它蓝的清澈、浓烈、清新，又好像透出许许荧光，显得有些魅惑神秘。是，阳光斑驳，树影婆娑，几种反差极大的颜色在绿树阴影下碰撞在一起，造成巨大的视觉冲击，让你仿佛置身于奇幻的世界之中。这一切还得从1923年的那位法国艺术家说起，他就是雅克·马诺雷勒。那一年，他在一片棕榈树林边上买了这块地，盖了一座当时前卫时髦的别墅，并在别墅周围打造了一个花园。之后的几十年里，他收集世界各地的奇花异草、竹子、棕榈树、仙人掌、水生植物等等，在这里和谐巧妙地结合在一起，生意盎然，生机勃勃。马诺雷勒也将花园的墙壁、喷泉、景物和别墅都漆成了蓝色，他用自己的名字为这种蓝色注册了商标，就是马诺雷勒蓝。这个花园就是今天的马诺雷勒花园。马诺雷勒几乎将毕生的精力都用来设计建造这座花园，这座花园也成为他一生中最成功、最为人所知的作品。然而，维护这样一个花园的开销超出了艺术家的估算。1962年他过世后，花园也就慢慢的荒废了。直到20世纪80年代，另一位法国人，奢侈品牌圣罗兰的创始人伊夫·圣罗兰，从开发商手里买下了这处房产，重新修复、精心打理，这才让这座花园获得重生。流水潺潺，鸟鸣啾啾，爬满藤蔓的长廊，挺拔竹丛中的小径，泛着涟漪的池塘，造型别致的凉亭，院子里造型各异的仙人掌，蓝色的墙壁，黄色的窗棂。身在这样一个光影声色的环境中，让人暂时忘记了自己身处在嘈杂的马拉喀什。靠在长椅上，清凉清新的微风面前拂过，满眼绿绿盎然的生机勃勃。一缕阳光透过枝叶，映出五彩斑斓的光芒一片。马诺雷勒花园，一个美丽、充满神秘的地方。花园不大，不到1公顷，相当于长宽都不到100米见方那么大个地方。现在花园是马拉喀什主要的旅游景点，来访游客如潮，络绎不绝。那么多的人让这个不大的花园显得有些拥挤，时不时你要停下来。那些排了长队的地方，不用说，一定是网红拍照地点。全世界人民的审美观在这里达成高度一致。花园里还有一个波波尔博物馆，展出了波波尔文化的物品。那的房子也是原来房主的别墅。离开马诺雷勒花园，我们前往马穆尼亚酒店。马穆尼亚酒店位于马拉喀什老城区中心的西侧，从马诺雷勒花园到马穆尼亚酒店的路程大约3公里。
我们现在经过的也是一家豪华酒店，记得导游说过，这家酒店要2、3千美元一晚。这里就是马穆尼亚酒店，酒店拥有一个占地近8公顷的花园。门卫说，摄影机不能带入酒店，但手机可以。进了饭店，脚下的大理石地面铺着厚厚的地毯，两旁是石膏雕花的柱廊，头顶古色古香的木质天花板上悬着雕花镂空的铜吊灯，在幽静朦胧的暖色调灯光下，从酒店大门彩色玻璃上透过的光线散发出五彩光影，让这座宫殿般的酒店透着一种神秘的气质和独特魅力。马穆尼亚酒店的茶室，您一定会在这里留步。一杯浓浓的咖啡，或是一盏飘着冥香的清茶，品尝大师精心制作的美味糕点，就这么静静地坐着，慢慢地欣赏这皇宫一般的茶室，去享受一刻远离一切的宁静时光。服务员友善，彬彬有礼，一切都和昨天在外面的马拉喀什完全是天壤之别。走出大厅，马穆尼亚酒店的花园像画卷一般在你眼前一点点展开，挺拔的棕榈树，绿油油的橄榄树，生意盎然，焕发朝气。这边是一条种植了仙人掌的大道，那边的苦菊树，园丁们正在收摘整理。对比上午去的马诺雷勒花园，觉得他们应是伯仲之间，难分高下。一个秀气灵动，一个大方豪放。马穆尼亚酒店这里原本是18世纪时摩洛哥苏丹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儿子的一座皇家公园。自1923年马穆尼亚酒店在这里建成开业后，它一直保有自己的神秘和魅力，并跻身于非洲乃至世界最佳酒店之列。一天的时间过得很快，晚餐后我们收拾好行李，早早休息。2月16日凌晨3点半，旅行团派车到饭店来接我们，高速上走了2个多小时，把我们送到了卡萨布兰卡机场。按要求，旅客不可以带摩洛哥货币离境，所以在机场必须凭登机牌和护照换回外币。有些小钱可以直接塞进捐款箱。机场有些拥挤，管理也稍显随意。9点半，我们的飞机终于起飞。我们在摩洛哥的10天里，到了卡萨布兰卡、巴巴特、丹吉尔、首都桑巴、梅克内斯、费斯、伊尔福德、瓦尔扎扎特和马拉喀什，行程2000公里。Blue sky, white of the snow, green gardens, and red houses. 穆罕默德说，马拉喀什不仅仅是一座红城，他们更愿意叫它4色皇城。红色的建筑，蓝色的大海与天空，阿特拉斯山上的白雪和绿意盎然的园林。其实加上黄色的大漠，这何尝不是摩洛哥的色彩？蔚蓝海岸，沙漠艳阳，历史古城，时尚艺术，千百年来与各种文化的交融，使这片土地更具包容和活力。摩洛哥就是一颗北非大地的明珠，衷心祝福它明天更加五彩斑斓。